在电动汽车和电子设备的飞速发展的今天，对锂离子电池的渴望日益增长。时间的流逝伴随着报废电池数量的膨胀，挑战着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环保与经济的双重视角呼唤着一种高效的电池回收方案，不仅以减少环境污染，更是为了珍惜每一份稀有资源。面对全球贵金属资源的紧缩，电池成本的攀升彰显了高效回收的重要性。这不仅减轻了资源稀缺的压力，更为降低电池制造成本提供了可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里是探索科技前沿、分享新奇趣事的天地，我是摩西。现有的电池回收流程，其效率有限，依赖于腐蚀性强的无机酸和危险化学品。这不仅引入了额外的杂质，还复杂化了关键金属的分离和沉淀过程。然而，钴和锂等金属的回收不仅能减少环境污染，更能减轻我们对外部资源和紧绷供应链的依赖。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改进。他们采用一种简单、高效且环保的方法，将废旧电池浸泡在有机柠檬酸溶液中。这种溶液中的柠檬酸源于自然界的柑橘类水果，与乙二醇，一种常用于油漆和化妆品的防冻剂混合使用。源自可持续资源的柠檬酸相比无机酸更为安全、环保。这不仅是科技进步的象征，也是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的贡献。传统的湿法冶金一般采用酸性溶液溶解金属，随后通过沉淀、提取或电沉积方法进行金属回收。这一过程通常使用无机酸，如硫酸、盐酸和硝酸，并采用双氧水作为阴极进出的还原剂。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极高的进出效率，通常大于 95%， 但大量的无机酸会产生有害副产品，如氯气等，导致环境污染。为了克服上述的缺点，许多新的研究尝试使用有机酸和还原剂进行进出过程。多种有机酸，包括甲酸、琥珀酸、苹果酸、柠檬酸、CA、天冬氨酸和抗坏血酸，已作为进出剂使用，并实现了出色的进出效率。在最佳条件下，它们的进出效率与无机酸相当。然而，为了进一步优化商业应用的过程，仍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实验通常在低于100摄氏度的条件下进行，由于反应在水介质中进行，受水的沸点限制，反应持续时间较长。此外，过氧水是改善有机酸进出性能的过程中最理想的还原剂，但它极不稳定、易爆且危险。最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分离和沉淀方法，有机体系中的金属回收仍然具有挑战性。为了简化过程并提高回收效率，橡树岭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多元醇冶金法。这种方法高效、简单、廉价且环保。它解决了传统湿法冶金方法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大大简化了分离和沉淀过程。他们使用绿色有机柠檬酸和乙二醇替代传统的无机酸和水溶剂。柠檬酸和乙二醇的结合作为理想的双功能溶液，在进出过程中可以选择性地从阴极材料中进出有价值的金属离子，然后该组合作为螯合剂，通过聚酯化反应共沉淀有价值的金属。通过自供沉淀可以轻松实现金属回收，无需添加任何额外的化学品。在这一创新的回收过程中，金属离子溶解的进出液能够轻而易举地从铝箔和聚偏负乙烯 PVDF 碳黑膜中分离出来。这种方法不只是避免了无机酸带来的杂质问题，更是在分离和共沉淀的过程中实现了极大的简化。选择乙二醇作为反应介质、还原剂及配体的决定，彰显了科技与环保的完美结合。柠檬酸的引入不仅显著提升了阴极材料的进出效率，更在共沉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螯合剂角色。这种双重功效的溶液极大地便利了先进电池回收技术的应用。这一绿色溶液为从电池的正极中分离和回收金属提供了一种高效率的过程。正极含有关键材料，是电池中最贵的部分，占成本的 30% 以上。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电池研究小组成员姚彩白解释说，我们的方法有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电池成本。
该研究在美国最大的开放式电池制造研究和开发中心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电池制造设施进行。该实验室开发的回收技术能够几乎完全从阴极中回收钴合锂，且不会在系统中引入杂质。此外，它实现了金属溶液与其他残留物的高效分离。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在数小时内回收了超过 96% 的钴，而且无需在平衡酸度的过程中添加额外化学品。这是首次一个溶液系统兼具进出和回收的功能。首席研究员于路兴奋地说：“我们惊讶地发现，钴会自行沉淀，无需额外干预，这是我们未曾预料的。”这一发现消除了额外化学品的需求，降低了成本，且避免产生副产品或刺激废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科学家开发出这种回收过程，为电池关键材料的更广泛回收铺平了道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电气化部门主任伊利亚斯·贝尔哈鲁克表示，此前对柠檬酸和乙二醇的进出性能已有研究，但那些方法使用了更多的酸和较低的温度，效果不尽人意。姚彩白补充说，我们的溶液中进出过程之快速让人惊讶，通常使用有机酸需要10至12小时，而我们的方法只用了1个小时。相比之下，使用无机酸的传统溶液因含水而反应较慢，水的沸点限制了反应温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